川菜里面有一道炒肉丝，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的经典，我相信大家都吃过。也有的朋友说它不是川菜，它是鲁菜里面的，但是在我记忆中它一直都是一道非常传统的川菜。现在的话，到饭店里面基本上也已经点不到了，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这道炒肉丝的做法。食材我准备的是一块里脊肉，其实最好的是准备前腿梅花肉，这一块肉的话，它肉质会松弛一点，吃起来更嫩。第一步的话就是切肉丝，里脊肉就相对来说会好切一点，切成2粗丝。大家如果切不好的朋友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保证能够把肉丝切好，就是咱们在切之前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冻过半天，把它冻得邦硬的来切，那样子就和切萝卜一样的，超级的好切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咱们做一份这个酱肉丝的话，需要半斤的猪肉。到这后面不好切了怎么办？我们就要用片的方法了。然后这下面的就片好了，全部码整齐后切丝。我记得以前我在成都的时候，有很多那一种卖冷鲜肉的，就是帮你把丝和片都切好了。好像近几年没怎么看到过了，在我们内江这边也没有看到过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，或者说是它为什么会消失了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如果有卖冷鲜肉的，切好的肉丝买回去炒就可以了，就会方便很多。香料的话，就是准备2根大葱，从中间给它划开，把大葱心抽掉。大家小时候应该看过罗抓那个电视吧？就是那个比干王叔说卷心菜没了心，然后怎么的，我已经差不多忘了，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大葱没了心，大葱没了心的话，咱们就把它拿来炒肉丝吃。现在这样子给它卷起来，现在挨着切下去，这样切出来就是葱丝了。大家平时说不会切葱丝的，现在学到了吧？再来准备上一块甜椒，切成细丝，放入清水中给它泡一下。切好的肉丝来码味胡椒、盐、鸡精、料酒、老抽，把手清洗干净后给它码转，让肉丝把这些全部都吸收进去，这样子吃起来才会滑嫩。今天的这份肉丝是有点多加一点水进去。我们在码的时候就知道，抓起来比较干的话，就要加点水，它才会嫩。全部码好过后，给它打入一棍蛋清，再次的给它码均匀，加入红薯淀粉，再次给它码匀就可以了。加淀粉的话是锁住这个肉丝的水分，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鲜嫩和爽滑。最后来一点油封姜，给它码转，这样子的作用是让肉丝下锅之后能够快速的滑散，不容易粘在一坨。这道菜要准备的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，就一个葱丝和一个肉丝。在北方的话，它叫京酱肉丝，一般都是搭配着饼或者是千张这类包着吃。在我们四川，它就是一道川菜，叫酱肉丝，炒好之后上桌可以用来下饭的菜。刚刚我朋友叫我过去水儿，他说他新开了一家做餐饮的店铺，刚开张，30个 W 就进去了。你们平时总是跟我说做餐饮简单，叫我去干餐饮，真的，我想到这个我都害怕，我真的是不敢去干餐饮。刚开张30个 W 就进去了，你们想一下，还不是一个很大的店哦。所以说，且行且珍惜吧，真的。我感觉做这个餐饮比较顺外行，内行做的话，感觉没那么顺。因为我有一个师兄也是搞餐饮嘛，前不久给他发信息说倒闭了，现在又去厨房里面上班了。
好像在阳西县三环路立交桥那里哪个店上班哦。来一点油，先把锅儿支一下，不然等着点粘锅，你们不要怪我哦。油温烧至刚刚冒烟的时候，把锅拿起来晃动，下面继续用大火加热，这样持续够1分钟，这样就叫制锅了。炒肉丝、炒肉片儿、煎鱼都不粘锅。把锅制好后，下入码好的肉丝，用小火快速的给它滑散。饭店里面的话，一般都是过油哈，我这里肉丝有点多，所以紧倒滑不散，火又小，差不多1斤肉丝了，2份的量。滑熟过后，先把它倒出来避孕。另起锅来一点菜籽油，1勺川式甜面酱，再来一点蚝油，用小火一起炒出香味来。炒香后烹入一点生抽酱油，来一点水淀粉挂一个薄芡，淋一点明油。现在我已经闻到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了。下入刚才滑熟的肉丝，大火给它拨转，让这个酱全部挂在肉丝上，吃起来才有味道。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超级的香。用筷子稍微给它刨一下，装盘装来均匀一点才好看嘛。最后把切好的葱丝放在这上面点缀，葱丝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葱丝可以搭着这个肉丝吃的。非常好吃的老川菜酱肉丝就做好了。榛子炒出来的肉丝酱香味浓郁，并且细嫩爽滑，做法呢也简单，开胃爽口又下饭，口口吃起来全部都是肉，满满的幸福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今天中午呢吃昨天晚上的剩饭还在热，我们先把酱肉丝吃起走。香，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鲜。大家可能觉得我没有放盐哈，咱们的这个川式甜面酱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比较寒，不用放盐了。码肉丝的时候放了点毛毛盐，炒的时候又是甜面酱，又是酱油，再放盐的话就会挂寒的。哎呀，酱香味特浓，它甜度不是很高那种。来一点葱丝，搭着这个酱肉丝吃。在北方的话，可能那个甜面酱甜度就会更高，炒出来的京酱肉丝的话，稍微就要偏甜一点。怪不得好多北方的朋友喜欢生吃这个大葱，好香哦！这大葱就是生的，搭点这个酱肉丝吃，好香哦。这道菜值得大家去拥有，没有点赞的朋友帮我点一下赞啊，顺便收藏起来，不要下次要做的时候找不到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，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